Hello，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老爷相见。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帕劳的数字护照。那么它号称是全球首个国家级的应用，每个人都需要一个 Web3 的身份。那这个 Web3 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需要怎样去申请呢？那本期视频我就详细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以及如何去进行这样一个申请。首先，我们在申请之前的话，我们都需要去了解一下什么是帕劳身份证。那我们这边主界面可以看到的话，威省也申请了这样一个帕劳的身份证。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身份证的最重要点，因为它其实是作为一个 KYC 的一种，那当然它也只是这其中一种作用。我们在遇到某些项目的时候，某些注册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身份证的 KYC， 但是我们又介于保护自己隐私的安全，我们又不太想把自己的个人资讯分享在那个我们即将要验证的 KYC 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这样一张帕劳身份证去解决我们所有的困扰。那这边归根结底一下，帕劳身份证它有什么用处啊？那我总结的4点啊，一个是中心化身份认证，一个数字身份管理，那么投票和治理，以及是第4个数字身份的市场。那我们逐一来去分解一下，那每个单个的意思给大家做一个讲解。首先，去中心化身份认证啊，大家都知道的哈，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或加密货币的交易所，为了符合 KYC，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了解到我们的客户和 AML 反洗钱法规，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 KYC 的身份认证。那帕劳身份证可以作为一种官方的身份证明，帮助用户完成这些验证流程，并确保他们合法参与这些平台的交易和活动。那么在这里简单科普一下什么是 KYC 啊 ，KYC 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 就是了解你的客户，翻译过来中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的话，我们第2个，它有数字身份管理的作用。那么数字身份管理的话，它是 Web3 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啊。那么致力于让用户更好的控制和管理自己的身份资讯。帕劳身份证，它既然可以作为一个数字身份的一部分，那使用户能够更安全管理和共享他们的身份信息。第3种，投票和治理，这个相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有点遥远。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一些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也就是 DAOs 或者是区块链项目中，拥有帕劳身份证的用户可能会享有更多的投票权或者治理权益。那么这是因为本身帕劳身份证作为一种官方身份证明，可以增加用户在这些组织或项目中的这种信任度和合法性，从而影响他们在决策和治理过程中的权益。那这个相对来说距离我们是比较遥远的。我们去做这个帕劳身份证，相信大多数都是为了解决这个 KYC 的这个认证啊，可能用到投票和治理的会比较少一些，但是这也是它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第4个，数字身份市场，那么在未来可能会出现各种数字身份的市场，那我们可以通过出售或者是共享自己的身份信息来获取这样一个收益。那拥有你这个帕劳身份证的用户可能会更加受到欢迎，因为这样是可以被视为一个可信和官方的身份证明，为他们在这样的市场当中提供更多的优势和机会。这边就是我觉得帕劳身份证的用处的4点啊。那这是我们的专属邀请链接，那使用这个邀请链接的话，直接可以进行到帕劳身份证的这样一个注册啊。那么同时我会把这个邀请链接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处，您只要在视频简介区看到的话就可以。然后这边就是一种只需要一种呢，就是帕劳身份证，我们常常忽略比较常识性的东西啊。同时它这是一些场外的资讯，那毫不意外的话，币安首席执行官前任啊赵长鹏，然后宣布将通过这个帕劳身份证的平台在 BNB Chain 上发布这个数字居民身份证的 NFT 啊，包括它其实超过了100个官方认可的身份资讯。同时在2020年刚出帕劳身份证的这个行为举措的时候啊，那么当时的话已经有超过7000名就是以上的数字居民了，那么相当于该国2020年人口的1/3。该计划的话已经收入超过100万了。
那么同时的话，用户的反馈也在这里有所体现。我们其实可以从官网当中就是可以查询。这个我可能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很了解。那么微神的话，大家都是非常熟知的一个人啊。我们这边相对应的转接到这样一个页面当中，那么映入眼帘的话，就是帕劳身份证的主页，比较清晰也比较明了。它可以说是做到了所有该做的指南啊什么的都有。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用户反馈，然后以及是相对应的这些。那这是帕劳的总统。那我们这边点击到立即，那我们这边开始直接是注册环节了。那首先的话，我们点击到立即申请，立即申请的话，然后这边其实相对应的会有英文和繁体中文，还是比较切合于我们的。你可以尝试翻译成英文，也可以尝试翻译成中文，如果您看得懂的话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这边首先点击一下申请，然后点击一下现在开始。点击完成之后的话，会相对应到一个选择套餐这个环节。你可以选择5年的身份，也可以选择1年的身份，也可以选择10年的身份。那么当然价格会更高，1年的话是在$248左右。也就是说，其实相当于是$248的美元就可以申请一个为期1年的有效期。那我们这边点击到立即购买，相对应的选择到我们这样一个套餐，然后这边就会进行到这样一个登录。我们可以使用到 Gmail 账号的登录，也可以使用到邮箱的登录。那我一般自己其实会推荐到邮箱比较好一些。那我们这边先去首先注册的这个页面当中，那我这边就先跳过，然后为了节约时间的成本啊。那么这边我们就其实相对应的到了这样一个板块页面当中啊，那这边的话就是比较清晰和明了了。那我们这边选到了1年期的，整个画面的话就是有所体现。那我们可以分解一下这个248是由什么来构成的。首先是199的帕劳 ID 和相对应的服务，它这个49其实就是全球的快递费了。然后相对应的它会投递给你，应该是在你的钱包当中啊，会有一个专属的帕劳的 ID 的 NFT， 然后一个国民身份证的 NFT 也会一同的空投到你的钱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其实支付的方式的话，有 Visa 卡，就是可能是信用卡，然后这个是加密货币的支付形式啊。它同时支持这以下几种加密货币，同时账户余额当中充钱呢，这个就是连接钱包的功能当中了。那一旦我们这边付款，那它其实还有一些那个 Viagra 那个 Pass 这个持有者，这是什么意思啊？它是要去在这个网站当中铸造这样一个专属的其实类似于是 NFT， 把它这里显示的价格是 0.15 的 ETH， 那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以现在 ETH 的价格呢，你还是在这个网站上去购买比较的划算，我个人认为啊。所以你在 Mint 完之后的话，它这里会有详细的操作，同时你也可以在 OpenSea 上进行购买。完成之后，它会给你一个那个码，你把这个码提供一下，然后放到这里兑换码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可以使用到这样一个兑换了。兑换完成之后，也其实就是相对应的这一个。那兑换完成之后，我们会进入到购买成功这个页面当中。那这里不是说明就结束了，就可能就完结了或怎么样，我们需要再进行自己的身份的那个 KYC 啊。首先要进行一下资料的确认，然后上传到一张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照片啊，最好是近期的照片，然后录眉毛的，头发不要遮挡住。然后这边会进行一个验证，验证完成之后的话，那它这里其实对照片是有所要求的。验证完成之后，我们需要提供那个 ID 的信息，我们要先把名字输入到这前面，然后再是姓，然后出生年月日、身高啊、体重啊，它其实还挺刁钻的这些。身高体重尽可能也输入一下，输入完成之后的话，这边就会形成这样一个，那其实这是我们的那个收货地址了，相当于其实这个就不关那个帕劳身份证 ID 有关系的，它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收款资讯。你会发现很奇怪一点啊，它应该是委托第三方进行这样发卡制卡的这样一个操作吧，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收到那个帕劳身份证 ID 的话，它其实是从杭州转发的，就从杭州发出来的，所以它可能是有一些合作或者是委托杭州的某一个机构来进行这样一个发放。那这边就是具体的一些名字，你一定要确保这个资讯是对的，因为其实如果你不对的话，它这里详细地址它发不到，所以你就拿不到这个帕劳身份证。那在这个之前的话，所有的信息你都要仔细的去核对一下啊。
然后这边的话，在完成之后的话，需要进行到一个其实应该是手机方面的一个验证啊。那你这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期空投类型的任务，它有专门的页面，也是这样的页面啊。我依稀还记得这个页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就也算是一种 KYC 了。然后这边你就先确定，然后点一下其他，然后把自己的个人资讯啊。包括我们签发的国家呢，一开始你可以选择到身份证、护照、户口本或者驾照都可以啊，没关系啊。选择完成之后，然后这边如果你是用手机的话，请务必把你的梯子关掉，因为你开启梯子，它可能在拍照的那个页面当中，它会弹不出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你尽可能把那个梯子关掉，再去注册这个手机，用手机去注册这个 KYC 的时候。请记住啊，一定要把手机关掉。那这边所有的就操作过程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收到你人生当中第一张帕劳身份证的 ID 卡了，非常极具价值的。那在这里其实都有所体现，大概耗时3个礼拜，你就可以收到自己的帕劳身份证了。那其实今天关于这个帕劳 Web3 数字身份的这个申请的内容已经全部讲完了。那这个帕劳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相信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包括进行交易所的认证、申请信用卡。如果你还未注册币安 OKX 交易所的话，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我们提供了币安和 OKX 邀请链接。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享受不定期的空投奖励。那如果你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2大交易所，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建议大家2个都注册一下，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申请数字货币信用卡，甚至呢之后我们还可以拿它进行一个酒店的 check in， 连海外的手机号码都可以使用它，非常方便。那如果大家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呢，我更建议大家都去申请到这样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帕劳的 Web3 的数字身份证。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可能不允许你有一个双国籍啊，但是你可以有多重身份，而这个数字身份呢可以极大的帮助我们在加密行业中去行走。那包括交易所的 KYC、 申请手机号，包括你之后的一个水电费账单啊，还可以注册公司，同时也可以使用它这个注册帕劳的这样银行账户。这样的话，不管你是要去玩美股，还是玩数字货币，还是你需要有一些往外转移的需求，你都可以使用到它。那希望我这个教程和分享呢对你有帮助。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来说还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欢迎进行点赞。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当中积极的评论，或者在我们的群当中进行这样一个社交。再见，再一次相见。